我95年，今年30岁，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娃，是个大龄不由之剩女，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存款。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同学，他们早早就结婚了，他们都2个娃了，或者说他们的娃都快上初中了。然而呢，我还没有对象。就我感觉，结婚对于我来说，年龄大了真的很难，就现在找对象都很难了，现在非常的后悔。我现在的状态就是33岁未婚未育，万丈高楼买不起，大龄剩女无人要。英雄不问出处，单身只问年龄，那一问一个不吱声呢。活着又没有信心，死了又没有决心，女生要彩礼必须得提供婚检报告，证明自己是处女。这个是男生提出来的新型相亲要求，我都惊呆了。那原因呢也很简单，男生说了，这个彩礼是老祖宗的传统，既然你们女生要遵循传统，那我们男生也要遵循传统啊。那传统说了，八抬大轿，抬的是大家闺秀；那明媒正娶，娶的是贤妻良母；重金娶妻，娶的是完璧之身；三媒六聘，聘的是知书达理。所以说呢，女生要彩礼，男生要求女生提供婚检报告，合情合理。那你们觉得这个说法合理吗？大龄剩男焦虑吗？其实他们如果躺平以后挺快乐的，为什么他们不着急呢？因为大龄剩男他们大多数单身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女性她的体力下降，也长皱纹了，身体素质也下降了。当然这个男生呢，他们没有这个生育的焦虑，也没有年龄的焦虑，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经济条件。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那着急也没有用，白天天天上班，晚上打打游戏，周末呢偶尔出去玩一玩，旅游，悠哉悠哉。等到了30多岁房也有了，车也有了，工作也比较稳定了，他这个时候可以找一个比自己小个几岁的他基本不会考虑跟自己一样大了。那这个事儿就是很扎心，但是呢真的就是现实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些要房要车要彩礼的女生，大多数本事不多，阅历不少，青春献给了渣男，激情留给了夜店，温柔给了前任，剩下的全是对付男人的经验。女人所谓的安全感，其实就是把你辛苦赚来的钱无偿的给到她，懂吗？这就是女人的安全感。女人这个时候有安全感了，也就是原本她没有价值变成了有价值了，而你原本有价值变成了没价值，这个时候她就看不起你了，懂吗？所以真正牛逼的男人，聪明的男人，他是一眼识破的，知道这种词语就是恶作的词语，根本不给女人机会，也根本不跟这种女人谈恋爱。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走猴玩的路。女生如果是奔着结婚去的，你就去找27到35岁左右的男生，因为男生都比较晚熟，很多人到了28岁才开始慢慢的成熟懂事儿。男生到了这个年纪家里父母也开始催得紧了，他们呢也玩不起了。但凡是跟你处对象的话，都是带着真诚奔着结婚去的，这样呢成功的概率就比较高。你们觉得呢？女人是给男人生的孩子，女人10月怀胎非常的痛苦，女人身体变形，肚子有妊娠纹女人付出了什么什么，男人你白白得了一个孩子，所以你就应该拿房拿车拿彩礼订婚宴结婚宴你就应该付出你有什么不认可付出的吗？我告诉这样的男人你记住了，但凡你遇到的是这种女人，你记住了，结婚以后把她高高挂起把砍个板给她供上，记住了，孩子到外面找别的女人去生，好不好？你千万不要她受苦，千万不要让她受累，你千万不要让她身体上有妊娠纹，好吗？男人你一定要疼爱你的老婆，一定要对你的老婆好，你一定要知道心疼她，有苦有累让外面的女人去承受她只能是享福，不能碰她，不能让她生，不能让她遭罪，记住了吗？男人们，实在不行我就找个有钱人嫁了吧，这话听着耳熟吗？很多女生把有钱人当备选项，还没意识到现在有钱人的标准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有钱人尤其是资产千万级以上的，对于结婚对象的要求已经从只要外形好到外形好是基础，漂亮是门槛，还得是名校，还得是最好是名校，家里有点资源的大家的闺秀。举一个前几天来报名的北龙湖的男生的要求他说他之前谈过特别漂亮的，但是学历家庭都不太好的，他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谈了一阵儿之后，他发现2个家庭的文化差异很大，女生认知也不高，他现在就想找个985、221或者 QS 前10毕业的女生，可以说不用非常的好看，耐看就行。现实是不可能出现霸道总裁爱上我，霸道总裁爱上离婚的我，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的剧情的你们说现在的女人结个婚，既要西方的婚纱钻戒，又要东方的彩礼3金，既要女性的经济独立，又要男人的房屋地契，
既要伟大母亲的高尚赞誉，又要拒绝成为生育工具，就是呀一个字，太贪了。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现在呀，你送我个老婆呀，我都不要。近日啊，网络上的一位单身男博主表示啊，自己辛苦打工10年呀，存下了50万的存款，每天呀就是吃利息。他还表示送给他个老婆啊，他都不要，一辈子不结婚呀，就这样就可以了。可以避开什么呢？车子呀、房子呀、彩礼呀、五金呀，所有的高消费，只要他不沉迷于车贷、房贷、传宗接代，一天呀30块钱他都花不了，4个菜呀吃2天呀，他都营养过剩。等他把生他的、养他的父母呀送走了以后，他老了以后呢，小病啊他就自己扛，大病啊他就直接上天堂，只要啊每天高高兴兴的，其他呀都无所谓了。听了他的话呀，我真的是非常震惊啊，他活的是真的非常通透啊。如果呀像他这种想法，那么经济还能发展吗？家人们，你们身边有这样的单身男士吗？为什么现在很多哥们儿啊，他宁愿花30万去买一辆车子，他不愿意掏20万的彩礼去娶一个老婆？因为现在很多哥们儿都知道了，谈恋爱3年大概率就是人财两空，但是贷款3年让你喜提战车，很少听说有哪一个哥们儿因为贷款买了车就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是却有太多的哥们儿因为谈了一场破壁恋爱，人财两空，比比皆是。现在的哥们儿他也不傻了，你的车他能在原地等你，你的女朋友能吗？你的车能够为你遮风挡雨，你的女朋友能吗？而且你的车在外面还能给你赚足了面子，你的女朋友能吗？哥们儿，你的女朋友在外面他妈不给你甩脸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啊，兄弟们记住了，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哪怕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疼，没有任何人爱，但是当你深夜关上车门的那一刻，这个安全感谁也给不了的。现在女人为啥捞不着钱了？以前男人给女人花钱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古代是为了有皇位要继承，农业社会是为了增加劳动力，现代社会老一辈是为了养老保障，但现代新一代年轻人不屑于传宗接代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结婚成本已经超过了33万。注意，其中不包括彩礼、房子、车子，而这些成本几乎都是由男性来支出的。所以现在男人发现，哪怕月入3000，只要不搞对象，一样过得很好。几乎没有一个男人喜欢逛街累个半死，点杯星巴克，再去个5星级餐厅吃饭打卡拍照。现实情况是，男人宁可窝在家里打王者，点杯全糖的蜜雪冰城，穿个拼夕夕。现在男人已经学会了把钱和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整一口，老铁。为什么我男朋友会觉得他努力工作、买房买车、攒彩礼是为了我？那在我看来，就算没有我，他也依然要做这些事儿啊。现在这套说法已经很流行了。哪个不知羞耻的博主带出来的风口啊，我不说，真的是三观和逻辑都不对。如果你不打算成为他的老婆，那这些事儿确实跟你没有关系。但看你现在的意思，是不是想帮他老婆享受这些权益，但又不想承担那个身份带来的责任和负担，还想把这份责任推给一个不知名的其他女生？就如果啊，你的男朋友努力工作存钱和你没关系，那按这个逻辑啊，没有你，他也会为了别人做这些事儿。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你生孩子的时候，你也别说是为了你老公生的。当你抱怨你老公不照顾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对你说，就算没我，你也会生孩子，没我，你也会和别人过日子，所以这孩子呢，是为你自己生的，照顾孩子呢，应该是你的事儿。你听到这句话，心里面又会是什么感受呢？做人不能这么自私，既想要享受你男朋友的付出，又不想承担那些付出带来的责任和压力。你现在和他在一起是你自己的选择，他努力工作，难道不是为了和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不然是为了他人吗？讲真的，做人要讲良心。近几年啊，网络上各种侮辱男性、给男性贴标签的语言真的是太多了，什么普信男呐、下头男啊、穷屌丝，什么直男妈宝，各种不堪入目的词语直接标记了整个群体，好像只要你是个男的，你就罪，你就原罪大罪。那大老爷们不愿意跟姑娘一般见识，因为咱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下，啥时候都是告诉男性，这跟女人吵架丢人啊，你让着点儿啊，包容点儿，你别一般见识，好吗？这种无差别群体攻击是没完没了。大多数的普通男性努力工作了啊，
咱还要被说成你不够成功，你不是成功人士啊！尊重女性吧，又得说你这个是有目的的，你虚伪啊！单身了吧，又说成是你不够优秀，恋爱了又嫌占女性便宜，横竖都不对。来，我也想问问，是非得这个群体消失了你们才高兴吗？那又凭啥？那大家都是普通人，哎，你说送个外卖，送个快递，开个滴滴呀，当个码农啊，打个螺丝啥的，一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完了还要被挂到互联网上，搁这当靶子打。极端言论伤害的恰恰是最愿意讲道理的人。我们可以讨论问题，但是别把个体的问题上升到整个性别啊！咱就说这事儿它很难吗？有些女人啊，天天倡导我要做个独立女性，谁说女子不如男？女子因怀木兰心，这儿那的。那既然你要独立了，对吧？你要强大了，那你要什么彩礼啊？对不对呀？你要什么保障啊？张口闭口我要保障，张口闭口20-30万的彩礼，你身上囊赚了啊？嘴巴唱的比谁都好听啊！遇到男人我没见你少捞一样，8字没一撇，我房租到期了，我要买个包包，我手机坏掉了，就你鬼点子多，你都当男人是傻子是吧？现在男人不傻了，我跟你说啊，所以你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曲大女人，专门在网上去教这些女人怎么去骗男人，怎么去捞男人，知道吧？还给他们定时的开课、上课、培训，速成班，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女人现在已经被抓了啊，偷税漏税啊，又是当小三啊，组织个团伙，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抖音上搜一下啊。所以说呀，我最近在发这个打劫捞女，拒绝高价彩礼，好多女的她都狗急跳墙了，都来私信我的，你知道吧？我砸了他们的饭碗了，挡了他们的财道了，你尽管来啊，老娘不怕。进猪笼，我跟你说啊，应该拿容嬷嬷的针给你扎死，坏种。我一直在说不要听信毒鸡汤，打压诋毁男性，挑起男女对立。那些成天想着抬高自己谋福利的女权主义的人，你们看一看给中国的女人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男人不愿意给彩礼，要求彩礼对应的是完璧之身、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要求对应的陪嫁。这就是你们每个人高喊着平等要女权带来的结果。你们的打压只会换来男人的反抗，对女性的反感和苛刻的要求。那些骗婚的只想捞男人钱的女人们，你们不仅坑害了男人，更加坑害了中国的大部分女性，把中国的女人的口碑破坏的彻彻底底。你们知道这些口碑要建立起来需要多少代女人的付出吗？有的时候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们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想着眼前的利益，前辈的女性用生命换来的口碑让你们吃干抹净，有没有想到过你们的后代怎么办？男女对立，相互谩骂，没有好感，这对我们的后代是致命的打击啊！我今年33岁，大龄未婚未育。我听到过大龄剩女在婚恋市场上被排斥的最多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太强势了。我今天就想问一句话，有多少男人敢说实话？就是你们在择偶的时候，因为对面这个女的性格太强势，把握不住而心里打退堂鼓的，有多少人？我听过一个非常官方且完整的解释，对于大龄剩女的一个男粉在后台私信说了自己跟一个大龄剩女相亲的过程，说自己一看到这个相亲女淡妆没有美甲，穿着得体大方，服饰比较有质感，整体氛围感很不错，聊天过程中也情绪稳定，而且聊什么话题人家都能接得上，也不冷场，也非常尊重我，也没有点很贵的菜，但就是那种抓不住这个大龄剩女内心想法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让他觉得这样的女的非常难掌控，似乎自己就像被向下兼容了一样。尤其是这个大龄剩女，她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的金银首饰，但手里面却有一个非常经典款的一个手提包。吃完饭想去带人家去逛商场，人家连店铺都不进，只是跟他在走廊晃悠，而且了解到人家的工资也不低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他害怕自己走入婚姻后很多事情没有主动掌握的权利，会被眼前这个非常成熟的大龄剩女拿捏的死死的。想起这个，他就是觉得自己还是要找一个20来岁啥也没有懵懵懂懂的小女生去结婚算了，哪怕婚后闹腾一点没有关系，就自己累一点嘛，至少自己可以在婚姻中有主动权。小女生不会因为经济跟他去杠，毕竟一个20来岁没有什么经济基础的小丫头，生活上还需要依靠他的物质给予。作为男人，他心里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不选择大龄剩女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并不是因为大龄剩女真的就糟糠不可言。一个很自律的大龄剩女，她不管是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和经济实力，都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状态的。一个男人真的会怕这样的人生不出孩子吗？一个自律且没乱搞过的30加的女性，比一个20来岁胡乱搞的人身心健康要多很多倍。男人不是嫌弃这个，而是害怕自己在婚姻中的强势地位被取而代之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比较优秀的大龄剩女在婚姻中跟男生去相亲的时候会被认为是很强势的真实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结个婚为什么就这么难呢？这2天我一直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找不到对象，我现在也终于知道原因了，可能真的是我太挑了。如果说按照我之前的标准找对象，估计这辈子都悬。我现在的条件确实也大不如从前了，甚至现在倒贴车房都没有人愿意入赘到我们家，是不是挺可笑的？我也看清自己了，准备向现实彻底妥协，随便吧，找个能看得上我的就行，不嫌弃我们家条件的，愿意来我们家入赘的。关于择偶标准这一块，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总结，大家也听一下吧。首先说一下年龄，我之前的标准是不超过35岁，现在别说35了，如果是40岁、50岁的老头我都愿意。年龄大一点怎么了？老一点怎么了？年龄大了知道心疼人。身高长相这一块我之前的要求必须要满1.8米以上，而且长得呢一定要标致，要像明星一样。现在别说长了1.8米了，你就是1.6米的小土豆我都能接受。也是考虑到以后生气吵架打架这一块，万一你欺负我了呢，我也不怕怼不过你。这长相嘛，别说长得像明星了，现在只要是能长得对得起老百姓都行。这个学历这一块我之前的要求是必须要本科硕士以上，现在直接小学毕业只要能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我都能接受。反正这个小孩以后的教育这一块呢，我也不指望你了，最起码我好歹也是个小本科毕业吧。还有男方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条件这一块，就按照我之前的要求标准嘛，那不得有车有房，年收入得几十个 W。 我现在直接车房不要年收入别说几十个 W， 你1个月3000块钱我都愿意。实在是你不够花的话，我大不了倒贴你一点，虽然说我的工资也不高，1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吧，但是我也可以省吃俭用嘛。再加上我们家也是找的上门女婿吧，以后反正你都是来我们家入住的嘛。我再说我家有大别野给你住，难道不香吗？整体我的要求标准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确实也降低了10个档次。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再找不到对象，那我真的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了。大家别想说了，随时等待着那个能跟我一起闪婚的人，希望早日找到我的如意郎君。中国婚恋市场已经越来越奇葩了。你看深圳、南京这种大城市，相亲角男女比例已经到了1比50，50个女的抢1个男的。婚介所饭局基本也是女生出席，男人免费都不去。中国女性不是追求独立吗？而且中国男的还比女的多出3000万，这是咋回事呢？答案很多人知道了，不堪经济压力重负的男生在主动退出婚恋。很多人批评说现在的男人年纪轻轻就躺平了，一点不负责任。但问题是，这责任负得起吗？我给大家看个真实案例。上海有个普通女生贴出的相亲条件，要求对方静安区有套房全款。我的天，那可是魔都核心区啊！查了下，好点的地段每平米10万以上，差点的也要8万。一套2室1厅婚房那就是接近1000万。假设这男生真有1000万，还能活50年，他选择不结婚，那么每年自己可以花的钱加上各种理财收益，就是近30万，相当于每个月有2万多块零花钱。试问你有这钱是逍遥人生无忧无虑呢，还是找个人分财产消耗你情绪呢？可能有人说上海的案例很极端，那就说说普通2、3线城市的成本，买房100-200万，彩礼20-30万，汽车20万，这些大头硬性支出200万不过分吧？可中国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平均月薪也就6-7千，一个男的如果没有爹妈帮助，从毕业开始不吃不喝，也得过了35岁才能攒够老婆本吧？可男人过了这岁数又要被嫌弃油腻，可能还有人说这些花费不一定完全是男人出啊。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现象，你们看相亲平台里有几个男的会要求女方有房有车，要求女方月薪？很少很少。而女方对男方提出硬性经济要求的却几乎是100%。为啥男人不提出要求啊？他们不想帮富婆吗？不想有个保障吗？
想啊，可是他们知道，按这个社会一直以来的潜规则，女人的钱啊是他们自己的，你就算提出要求都没用，而男人的钱则是一起用的，或者干脆就是女人的。假如男方没房，女方有房，你见过几个男的敢提出在房产证上加名字？你提出来，大家会觉得你有病。你说女人要生孩子要耽误青春，男人是该给钱，但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少男的执着的抱着传宗接代的理念呢？2010年我们的出生人口是1588万，2024年就直接下滑到954万了。我这还没算上男人的其他隐形开销，吃饭送礼喝奶茶旅游，其实基本都是男人在给钱 ，AA 制嘴上说说而已。婚恋消费男人占大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而且前些年成本还一直在涨。10年到23年，中国求婚钻戒均价从 1.2 万涨到 5.8 万。根据2024中国婚恋观念调查报告，一线城市女生对男生收入的期待中位数从15年的 1.2 万涨到23年的 3.8 万。好家伙，按这数字，只有 CEO 配结婚了。而且男人也会想，就算经济上达到要求，自己还是面临很多风险和不公啊。高彩礼地区离婚率比一线城市还要高，你说这是为啥呢？不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骗婚，让男的人财两空吗？还有，女方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男生必须有房有车给彩礼，但给完后，男的敢理直气壮要求女方多分担家务吗？你一旦提出来，你就是直男癌。可从家庭分工角度看，男的多挣钱就得多花时间，势必要减少家务啊。还有，现在逢年过节，男人给女人送礼物成了必选项，可有几个人问过男孩子需要什么礼物呢？女人收到几百块口红会觉得普普通通，男人收到一块巧克力就已经开心的要飞起了。当婚姻的经济代价超过个体承受极限，当男人意识到花钱不等于得到真心，不结婚就是他们最理性的选择。想改变女多男少的结局，唯一办法就是给男生减负，停止资本和消费主义对女性的洗脑，让爱情婚姻回归到它的本质。